给女朋友穿丝袜的时候，我们约定一起考北大，可我却不得不故意在高考时语文考了个0分，最终我只考了600分，与北大失之交臂，而他却直接去了国外留学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我最终甚至连大学都没有去读，就被迫辍学去送了外卖。这天晚上，我拖着疲倦的身体，在送最后一单外卖的路上，意外的被一辆路虎揽胜撞倒在地上。紧接着，一个女人穿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来到我身边蹲下。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说到这，女人打开古驰的手包，拿出一沓现金，大概有2、3千块钱的样子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去附近的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。我现在有很急的事要去处理。说完，她把钱塞在我手里，起身就走。可她立马又再次蹲下，从包里拿出一支笔，随手在一沓便利贴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又把自己的身份证连同这纸条塞给我，对我说道：“有什么事你随时打我电话，我叫沈幼初。”我低头看她身份证的时候，她已经起身离开，前后可能1分钟的时间都没有，甚至我们都没有彼此交流。白色的路虎远去，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送完最后一单外卖。完事后，我一个人推着电瓶车回到家。此刻，我手里拿着路虎女司机的身份证。此时已经半夜，经过短暂的犹豫，我还是拿起电话拨打过去。第一遍电话没有人接听，过了1分钟，我又拨打了第2遍，这一次直接被关机。我有点不甘心，又拨打了第3遍过去，这次终于打通了。电话那边传来他很不耐烦的声音，问道：“哪位？有什么事快说。”我很客气的说道：“刚刚你开车把我撞了。”对不起。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，连连道歉说道：“刚刚是我不好，实在对不起。你现在在哪个医院？有没有检查过？医生怎么说？”听他的语气让我舒服了不少，平静的说道：“我人没什么事，倒是我的电瓶车壳裂了一些。人没事就好，电瓶车多少钱我赔给你。”我拿着电话说道：“你给我的钱已经够修电动车了，你的身份证还在我这儿，什么时候方便你取走吧？现在可以吗？”他略带咨询的语气问道：“我有事走不开，我让朋友过来取，可以吗？”好的，我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坐在木板凳上给自己涂抹云南白药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听到有人敲房门，我起身走出自己的卧室，来到客厅，打开门，发现外面来了4个男子。走在最前面的年龄和我相仿，感觉有20岁左右的样子。跟在后面的3个男子膀大腰圆，看起来很魁梧。走在前面的男子看着我问道：“是你打的电话吗？你是？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男子很不耐烦地问道：“沈幼初的身份证是不是在你这？”在我后面的。我话还没说出口，男子就一拳头打在我的脸上，紧接着抬腿踹在我的腹部。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这么被打倒在地上。我试图从地上爬起来，男子的脚迎面踢过来，顿时我就感觉到嘴里泛起了血腥的味道。住在隔壁经常和我把酒言欢的室友刘强打开自己的卧室门，看了一眼，又赶紧关上了。男子来到我身边，用他穿着皮鞋的脚踩在我的手臂上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身份证呢？”我很想说话，但是感觉半张脸都是麻的，根本说不出来。男子转过头对身后的3个人说道：“进去找一下。”那张身份证和字条就放在卧室的桌面上，进去的人很快就找到了，拿出来递给男子。男子看了一眼身份证，很满意的收进自己的口袋，踩着我胳膊的脚也在额外的用力，冷冷的说道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碰瓷竟然碰到他的头上！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要是再敢纠缠那个女人，我一定弄死你！”说完，他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转身就走。还没等走到门口，他好像想起来什么，转身走进我的卧室，把我的手机拿出来，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确定那个手机彻底报废了，才大摇大摆地离开。他们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床边，7块钱的红塔山在我指尖散着白烟。我想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充满了不公？我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张善于伪装的脸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为什么要留下一张身份证，然后安排几个人来打我一顿？为什么？我暗暗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问清楚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仿佛这一整夜都不会停歇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个游离的我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子斜射在房间内，我已经把所有的物品都收进了行李箱内。今天我将搬离这间出租屋，因为昨天晚上那一伙的缘故，房东认为我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于是不把房间租给我了。行李箱放在破旧的电瓶车上，身上只剩下那个女人昨天在雨中丢给我的2600块钱。上个月发薪水，我把所有的钱都打回家给父亲看病，只留下了一点点的生活费。这2600块钱拿出800买了个智能手机送外卖，这活还是要继续干。剩下的1000多块钱准备用来租房，天黑之前找不到合适的房子，我就得睡天桥了。把手机卡放在刚买的手机上，可刚开机就接到了我二叔打来的电话。默默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二叔陈少杰是个神人，是我爷爷在路边捡回家的，比我大6岁。这些年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做，十里八乡的都知道。他用4个字形容就是臭名远扬。我蹲在路边的马路牙上问道：“我这回没事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”有事儿啊，我上昆明帮你爸买药，听说昆明有个老中医治疗肾病特别有一套，我打听到老中医的联系方式后就赶紧过来了，晚上在你那里对付一宿，明天早上我就坐火车回去。听到我二叔说的话，我当时就紧张了，要是被我二叔知道我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他得咋想？回去和我爸妈一说，他们二老又要担心了，再加上脸上还挂彩了，我二叔那性格
看到肯定会刨根问底的，这麻烦就大了。我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二叔，你别来找我了，抓完药就早点回去，我这工作忙得不行啊。”我二叔陈少杰强调说道：“你妈还给你带了一筐土鸡蛋，说什么都要拿给你。先这样，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。”说完，我二叔就把电话给挂了，徒留我盯着手机发呆2个小时，随便找一套房子交房租住进去。这有点不太现实，但是还剩下2个小时，我二叔就到了，这是个大麻烦。经过短暂的犹豫，我决定先去火车站附近找个小旅店，把我二叔在那边安顿下来，让他打消跟我回家的住的念头。只要安顿好我二叔，我自己在内住都无所谓了，对付一下就可以了。2个小时后，我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二叔，他和以前一样，穿着一件绝逼是盗版的耐克 T 恤，身上的肌肉凸显，胳膊上又多了一条纹身。见面的第一瞬间他就愣了，关切地问道：“默默，你咋了？和谁打架了吗？”我撒谎说道：“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。”我二叔根本不相信我说的，对我说道：“你把你二叔当成是你爸妈一样忽悠吗？谁能把自己摔成这个样子？咋的了？被打了都不敢说呀？”我知道我二叔是身经百战，想要骗过他挺难的，但是我也不想和他说这些，搪塞着说道：“走了走了，先带你去住的地方，下午我跟你一起去抓中药。”我二叔没吭声，跟在我身边走着，在提前开好的小旅馆内，我对我二叔说道：“今晚你就住这里，下午抓完药我就去上班了。我挨打这事儿你别跟我爸妈说，免得他们担心。”我二叔不依不饶地问道：“到底咋回事？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默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家里？先说说是谁打了你，为什么打你？”我郁闷了，坐在床边点燃了一根烟，低声骂道：“我他喵的也不知道为啥打我呀！”我就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我还不忘提醒我二叔：“这事你千万别和我爸妈说，免得他们又担心。我这还有几百块钱，你回去的时候给我爸带回去吧。”陈少杰在一边低头抽着烟，沉默了几分钟，对我说道：“行，这事儿我不和你爸妈说。”说着，我二叔又拿出来2000块钱给我：“你的钱就别给你爸妈了，我再给你2000，你去找个好点的小区，租个小区房住，对自己好点。”二叔，你别给我钱，我不要。我二叔用命令的语气说道：“拿着，给你你就拿着，别那么多废话。下午我去给你爸抓中药，你去找房子，先把住的地方解决了，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明天一早我就坐火车回去了。”我深深吸了口气，能感觉得到陈少杰对我是真的很关心，我也不想让他太担心。我答应了他的提议，下午我去找房子，陈少杰去抓药。我爸的肾病也有好些年了，这些年给他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爷爷去世的时候留下一笔遗产，可能有几万块钱。按理来说，这笔钱是我爸和二叔每人一半的，但是二叔1分钱都不要，全都给我爸看病了。我二叔陈少杰虽然不学无术，成天瞎混，但是人品没得说。下午在中介处找到了一个房源，3室1厅的小区房，与人合租，剩下一间最小的卧室，月租700，客厅、卫生间、厨房都是公用的。中介介绍，主卧住着一对情侣，次卧住着一个单身女孩。看过房之后，我觉得条件什么都还可以，交了3个月的租金，办理完这些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。陈少杰给我发信息告诉我，他在火车站边的小旅馆等我，晚上一起吃饭。他第2天一大早要坐火车回家，正要出门时，我遇见了合租的那位单身女孩。她刚好下班，穿着一身职业装，短款小西装显得她格外有气质。她弯腰换鞋时，我透过她的衣领瞥见了里面的春光。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也承认她那里确实很吸引人，让人看了第一眼就舍不得移开目光。结果当她换完鞋起身的时候，我还傻傻的盯着她的胸看，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无比厌恶的低声骂道：“流氓！”说完后，自己捂着领口向次卧走去。晚上，我和陈少杰在火车站旁一起吃了晚饭，喝了几瓶啤酒。我也懒得回巴黎春天这个小区住了，然后我就在小旅馆多开了一间房。第2天一大早送走陈少杰，我开始继续送我的外卖。不工作就没收入，而我暂时能做的也只有送外卖，一直忙到晚上11点半。最后一个订单让我有些意外，竟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人预定的，名字叫林一飞。提着外卖回家，主卧室的那对情侣并不在家，门紧闭着，里面的灯也没开，次卧的灯倒是开着，时不时的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。我把外衣脱掉，丢进我的卧室，提着外卖走到他的房门前，轻轻敲了敲。他穿着家居服打开了门，看到是我之后，脸色马上就变得很不悦，本能的用左手捂着领口，用一种特别厌恶的语气问道：“干什么？”我把手里的外卖提起来说道：“你点的外卖。”林一飞怒了，他质问道：“谁让你动我外卖的？”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他一把将外卖从我手里夺过去，下一个动作竟然是直接丢进了门边的垃圾桶里面。因为外卖里有一碗汤，在他夺走的时候，里面的汤洒在了我的牛仔裤上，很烫。他完全不理会我，后退一步，将门重重的关上。我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，无奈的摇摇头，回到自己的卧室。手机上收到订单的回馈，一个差评，理由就是你凭什么把我的外卖送到别人手里？有你这么不负责的吗？我看着屏幕，觉得有些荒唐。一个差评扣我300薪水，起早贪黑一整天的收入可能都不到300块，今天累得像狗一样。结果这一个差评就让我回到了解放前。我坐在床边抽着烟，感叹人生的不美好。周3中午，我突然接到陈少杰的电话，我还以为他和我说家里的情况呢。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，问道：“二叔咋了？我这正送外卖呢，你晚点打过来呗。”我在青年路和人民路的交叉口这等你，你送完这份外卖就别接单了，先过来一趟。我以为我听错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小花园就是你和我说撞车的地方，你过来一趟，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被路虎车撞的？干什么吗？我预感到陈少杰好像要干点啥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昆明了？我帮你
你把这场子找回来，你不过来也行，我最多就是多调取几个摄像头的录像而已，麻烦一点。我彻底无语了，我二叔陈少杰是啥样的人，我太清楚了。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，咱们见面再说。半小时后，我果然在小花园的十字路口看到了陈少杰，这家伙正蹲在路边，眼睛一直瞄着路口的那些摄像头。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陈少杰看到我之后，递给我一根烟，问道：“你在哪儿被撞的？”我纠正陈少杰的思路，说道：“不是被撞，是路虎车转弯的时候我撞他了。”陈少杰骂道：“谁他妈不知道转弯要让直行的？你告诉我在哪个方向就好了。”我指了指对面，对陈少杰说道：“就在那。二叔，这事就算了吧，咱们在昆明人生地不熟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陈少杰把自己没抽完的半根烟丢在地上，用脚踩了一下，对我说道：“这事儿我知道了，等我查清楚路虎的车牌照，就能找到打你的人了。你先忙你的去吧。”说完，陈少杰低头就走。我站在原地喊道：“二叔，我住在巴黎春天，你晚上过来住吗？”陈少杰头也不回地丢下2个字：“不住，你不用管我。”我看着陈少杰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内心开始变得忐忑不安。他没见过那伙人有多凶，明显就不是善茬，开的是路虎揽胜，手里拿的包是价值过万的古驰。陈少杰在昆明人生地不熟的，就这么贸然去调查，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是什么？可是我又知道自己劝不了他，除了干着急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3天后的晚上，陈少杰再次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在半小时之内赶去世纪城车立坊。他在车立坊外面的露天停车场等着我。我来到停车场找到陈少杰的时候，他正蹲在花坛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而在他的斜对面，正是那天晚上和我发生亲密接触的白色路虎揽胜，侧面的划痕还在。我特别震撼陈少杰的能力，他是怎么找到的？我完全不清楚。我有点担心，劝陈少杰说道：“二叔，算了吧，这事别闹大了。”陈少杰不带任何语气的说道：“不行，今天就得把这场子找回来。”我四处看了看，虽然已经是晚上8点多，但是这里热闹非凡，根本不是个能找回场子的地方。抽烟吧。陈少杰递给我一盒烟，竟然是软中华，指着一边的黑色桑塔纳说道：“上车坐着去，等人来。”谁的车？别管了，跟我上去坐着。上车之后我就开始紧张，这辆至少10年以上的桑塔纳破旧不堪，在驾驶位的右侧竟然竖着一根钢管，钢管的一边还用绷带缠绕了起来，这明显就是今晚的作案工具。我根本淡定不下来，虽然憎恨他们欺负我，但是让我去打人，我紧张我怕。我试图劝陈少杰别没事添麻烦，但是他压根就不理我，我完全是在自言自语。大约9点1刻，正主出现了。那天晚上打我的男子和开车跟我亲密接触的沈佑楚都出现了，2个人并排走到路虎旁边，沈佑楚身上仍旧背着古驰的包，包不过不是那晚的了。男子走向主驾驶的位置，打开车门。陈少杰冷冷地问道：“是不是他们俩？”二叔，算了吧。陈少杰显得有些不耐烦：“别废话，就说是还是不是？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是。”陈少杰并没出气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路虎车。路虎揽胜启动，缓缓地离开停车位。陈少杰也发动这辆破桑塔纳，跟着路虎车屁股一起向外驶去。这一路我都异常紧张，陈少杰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我太清楚了。路虎车行驶在前面，几经转折下了2环，走上一条比较偏僻的小路。陈少杰看准时机，超过路虎车之后迅速打方向，别了路虎一把，紧接着一脚急刹车，车身斜着挡住了白色的路虎车。不得不承认，路虎车的刹车系统很好，换作是其他车，可能已经撞上来了。停车之后，陈少杰并不着急下车，悠哉的低头给自己点了一根烟。路虎车驾驶员就是那天打我的男子，已经下车，一脸怒气的来到桑塔纳主驾驶车门外，抬起脚踹在车门上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你他妈的怎么开车的？到底会不会开车？”陈少杰慢悠悠的把点燃的烟叼在嘴里，右手抓着提前准备好的钢管，左手拉开桑塔纳的门锁，用力的推开了门。原本站在车门外的男子被撞得正着，整个人后退了好几步。陈少杰拎着钢管下车，根本没有任何废话，抡起钢管砸向他的头。男子本能的抬起左手的胳膊挡了一下，陈少杰的脚已经踹在他身上，男子后退2步，绊倒在马路牙上，完全被陈少杰的气势所吓住，倒在地上仰望陈少杰，脸色苍白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完全没有前1秒的嚣张气焰了。沈佑楚从副驾驶的位置下车，急匆匆的来到男子身边，蹲下来关切的问道：“宇豪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事？”问完这2句，他仰起头看着陈少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打人？”陈少杰左手把叼在嘴里的香烟夹在手里，头也不回的说道：“默默过来，你想怎么弄他？”我战战兢兢的来到陈少杰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二叔，算了，打也打了，咱还是走吧。你们是谁？”沈佑楚并没有认出来我，想想这并不奇怪，那天见面下着雨，又是在深夜，他走得急匆匆，最关键的是我还穿着外卖服装，骑电动车戴着头盔，他不记得我也很正常，但是此时此刻，他却认认真真的看着我和陈少杰，无比惶恐的问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陈少杰没搭理沈佑楚，他把左手捏着烟吸了一口，然后把烟屁丢在地上，右手握着钢管慢慢的蹲下来，那根钢管的下端顶着沈宇豪的大腿，我看得出来他在用力。男子脸上的表情已经开始出现扭曲，但是他也挺爷们的，一直忍着没叫出来。陈少杰见他扭曲的脸，不禁有些得意，对男子说道：“打了默默一顿，砸了他的手机，给你折个价，5000块钱马上转过来，转过来这事就算了。”陈少杰冷笑2声：“不转今天你就别想好好的离开这里，我给。”沈佑楚可能也知道这个男子平时是什么德行，再加上陈少杰身上一股狠劲，把他给吓到了。他打开自己挎着的包包，祈求道：“你们别伤害他，我给你们。”他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现金，数都不数的就塞给陈少杰。我也不知道这有多少钱，我
我都给你们了。陈少杰大概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差不多了，这事暂时就算过去了，别他妈的仗着有钱就欺负人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不服就再来找我。我的电话号码很好记，1356677星号，不服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说完这些，陈少杰把手里的钢管收起来，对我说道：“默默走了，他再敢欺负你，我就弄残他。”我有点懵，这就是陈少杰处事的方式。在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我还忍不住多看了沈幼楚2眼，她长得真漂亮，五官精致到让人找不到语言来形容。我在看她的时候，她也在看我，彼此对视的瞬间，让我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，赶紧把目光收起来，转身上了车。陈少杰看出来我有些担心，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怕了怂了？人都是2个肩膀扛着1个脑袋，你怕他们干什么呢？是爷们就和他们干。”说真的，我有点烦。在昆明混了这些年，我一直是扮演一个外来小市民的角色，不愿意和人争吵，更不愿意和人打架。我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好好干活赚钱给家里邮寄，期盼着攒够钱给父亲换肾。见我不说话，陈少杰安慰我说道：“得了，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多大点屁事啊！他敢找你麻烦，我就再弄他去，弄服了为止。你就在前面路口下车吧，这些钱你拿着自己省点花。这段时间我都在昆明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他也不管我是否同意要这些钱，一股脑的都丢在了我这里。我知道我爸看病要花很多钱，也没和他客气，大概有6000多块钱，全都收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不回家了吗？你在昆明干什么？你别管了，反正不是送外卖。记住了，他再敢找你麻烦，你就弄他，别怂。”我和陈少杰的生存理念始终是有很大的差距。路口下车后，我一个人慢慢的游荡在城市的午夜街上，兜里装着几千块钱的现金，感觉这笔钱来得太轻松了，轻松的有些不安。我甚至想去联系沈幼楚，把这些钱给他送回去，解释清楚这就是个误会。我承认我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我是贫苦老百姓，经不起那些折腾。还有另外一个意图，就是我幻想自己可以和沈幼楚相识，至少让他别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印象。恍惚间意识到这个想法很可怕，怎么能祈求女神的关注呢？还妄想和长相那么精美的沈幼楚相识，忍不住自嘲的笑了笑。巴黎春天小区门口，在路边买了2串烤鸡翅，蹲坐在马路牙边吃着。一条流浪狗小心翼翼的靠近，想要吃我丢在地上的骨头，但是我看它的时候，它又像受惊了一样，急忙后退几步。我把手里的鸡翅尖折断，丢向了流浪狗，它闻了闻，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。我又丢给它骨头，它的胆子越来越大，逐渐的敢靠近我了。它最后竟然是对我没有戒心了，在我身边安静的吃着地上的骨头。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我和它一样都在流浪，为了一口饭，都在小心翼翼的活着。回到家，我看见卫生间有人正在使用，便走到阳台趴着抽了根烟。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林一飞，围着浴巾从洗手间内出来，彼此对视的瞬间，他又送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白眼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没事总瞪我干什么？不就是看了他的胸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至于这么念念不忘吗？第二天很奢侈的睡到个自然醒，在 app 上点击开始接单，第一份就是个大单子，足足40份盒饭，送去凯蒂国际酒店。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某个传销组织在这种5星级酒店搞培训呢。到了酒店门口被保安拦下，告诉我外卖不允许送进去，只能让客人自己下来取。我不得不打订餐人的电话，订餐的是个女孩，她让我把电话给保安，不知道她说了什么。保安把电话还给我，告诉我坐内部电梯，直接送到29层的会议室。第一次我只提了20个盒饭上去，其余的放在电瓶车上，麻烦保安帮忙看着点。会议室内只有订餐的女孩在，她告诉我把盒饭放在桌面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就下楼去拿剩下的。当我再次上来把盒饭提进会议室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让我惊呆的一幕，沈幼楚正在人群中。对视的一瞬间，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是沈幼楚就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看着我。一个男子打开一份盒饭拿给他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沈总开会辛苦了，您先吃。”沈幼楚接过男子递过来的盒饭，客气地说了声谢谢。我头皮发麻，昨天才和陈少杰2人把她男朋友给打了，现在又来人家地盘送饭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把盒饭匆匆放下，对订餐的女子说道：“餐送齐了，请慢用。”说完我就往外走，几乎是一口气来到电梯内，只想快点离开。凯蒂国际酒店这个电梯是直达29层的，中途没有停止过，看着数字一点点跳动，最后终于停在了1楼。当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傻眼了，外面至少有4个保安。我故作镇定地低头往外走，2个保安上来就把我堵住，对我说道：“跟我们走一趟。”干嘛？我假装不知情，对保安说道：“你们认错人了，少废话。”一个头直接下了死命令，对其他3个人说道：“先带走。”凭什么？我大吼道：“你们只是保安，凭什么有权利控制我人身自由？”这么一叫，酒店大堂果然有好多人看过来。酒店的大堂经理倒是会随机应变，一脸微笑地向其他看客解释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惊扰到各位了。刚刚酒店客人举报丢失了贵重物品，怀疑是送外卖的小哥趁机行窃，我们已经将嫌疑人控制，马上会把嫌疑人送到派出所。实在抱歉，某某外卖人员是贼吗？现在送外卖的这些人素质太差了，电梯内偷吃吐口水的，现在竟然有贼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以后谁还敢点外卖？好好的一个平台都是被这些人搞坏了。”我扯着嗓子露出狰狞的表情，大喊我是被冤枉的。结果没有人相信我的话，没有人理会我的喊叫，有的只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，拿着手机在拍照。4个保安并没有像大堂经理说的那样要把我送到派出所，他们只是把我软禁在一个房间内，翻走了我的手机，把我困在一把椅子上，把我控制住之后，胖保安对另外2个人说道：“你们去执行吧，我和小张在这看着他。”另外2个保安有点不高兴，对胖子说道：“要不你去执行吧，我在这看着，少他妈废话。”胖保安骂道：“让你去你就去，少给我扯犊子，快走快走！”那2个保安没办法，带着愤恨的眼神走出了房间。胖保安把自己的帽子
摘掉丢在一边，四仰八叉的躺在一张床上，对身边的另外一个保安说道：“给我根烟，还是他妈的躺着舒服，放开我！”我大叫道：“你们这是非法拘役，是违法的！”胖保安威胁道：“闭嘴！我他妈的不懂什么叫非法拘役，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，你要是再敢乱叫吵了我，看到没？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脚，我就把我这双1星期没洗的袜子塞你嘴里。他赢了，这个威胁真的很强大，强大到我不敢开口说话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能做出这种事。两个保安在房间躺着抽烟，我一直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，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，要面对什么人，能做的只有安静的等着。没过多久，两个保安竟然躺在床上睡着了。我试图逃离，但是手脚都被捆在椅子上，所有的努力完全是徒劳。可能是过了3个小时，也可能是过了4个小时，那扇原本关着的门被打开了，听到开门声，两个保安赶紧从床上爬起来。沈右楚带着5个人出现在房间内，其中跟着他身后的女孩就是今天订餐的女孩，跟在女孩身边的是大堂经理，最后另外2个都是保安。看到沈右楚进来，睡觉的2个保安急忙站起来，规规矩矩的叫沈总好。沈右楚皱了皱眉头问道：“干嘛把他绑起来？不是您？”大堂经理瞪了胖保安一眼，立即厉声道：“谁让你把人捆绑起来的？快点放开！”松绑之后，沈右楚对身边的人说道：“你们先都出去吧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来。”大堂经理献殷勤开口说道：“沈总他出去。”见沈右楚的语气这么坚决，这些人便没再敢说话，一个个灰溜溜的退出了房间。沈右楚冷眼看着我问道：“你和宇豪有什么过节？昨天为什么下手那么重？”他叫宇豪，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男的叫什么了。你有必要装糊涂吗？为什么打他你不清楚吗？沈右楚用一种看透了你们这种人的语气说道：“你们成天打来打去的有意思吗？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吗？今天你打我一顿，明天我打你一顿的，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”我知道宇豪这孩子脾气，平时有点跋扈惯了，他身边也都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很不理解的是，你们究竟是能为了多小的一件事就这么打来打去的？感情沈右楚把我当成小混混了。我看着沈右楚问道：“你能听我解释吗？”没空。沈右楚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对我说道：“我把你留下就是想告诉你一句，以后不要大半夜的堵宇豪了，要钱直接和我说一声，别为难他。”我当时就不高兴了，看着沈右楚问道：“你让人把我绑在这3、4个小时，耽误我1下午的工作，就为了和我说这句屁话？”沈右楚反问道：“不然呢？你觉得我还能和你说什么？”妈的，老子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。好，既然你有话和我说，那我也有话要告诉你。我中午送的第1份盒饭是不是被你吃了？我告诉你吧，那份盒饭是我吃了好几口，你吃的是我的剩饭，我还在里面吐了口水。沈右楚的眼睛突然就瞪得好大，下一秒他捂着嘴就跑向洗手间，真他妈的解气！老子拿起自己的手机，大摇大摆的出了门。房门外，大堂经理几个保安都在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。我牛逼哄哄的就这么走了，越想越解气。走出酒店大堂，正好是晚餐时间，打算继续接单送外卖，却发现我的账号被停用了。我找客服问是什么情况，客服说我可能和一起盗窃案有关，暂时取消我骑手的资格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老子被炒鱿鱼了。我他妈的究竟招谁惹谁了？我送个外卖容易吗？真是不知道怎么就和他们干上了。转过头，愤恨的看了一眼凯蒂国际酒店几个字，狠狠的吐了口唾沫。酒店内冲出来一群保安，大喊着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吐了一口唾沫就要抓我，我撒腿就跑，结果被门卫内的保安一脚踹翻在地上。其他几个人冲上来又把我给擒了。这一次他们没把我弄回酒店，而是推着我上了一辆别克 GL8的商务车。随后沈右楚坐在商务车的第2排左侧的座椅上，我被捆绑的手脚放在右侧的座椅上。这些人担心我乱动，他用绳子在我身上缠绕了2圈。第3排坐了2个保安，前排还有1个。我顿时感觉有些紧张了。我转过头看着身边的沈右楚说道：“你想干嘛？我就吃了你2口饭，你不至于杀人灭口吧？”闭嘴！沈右楚十分厌恶地瞪了我一眼。你要是再敢提午饭的事，我就让他们现在把你丢下车。好吧，那我不说了，但是你得告诉我，你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？你已经把我害得够惨了，我的工作都没了。沈右楚冷着脸说道：“你工作有没有我一点都不关心，但是宇豪要是受伤了，我一定把你送到法庭上去。”等等，我问道：“宇豪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他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沈宇豪是我弟弟，我不希望他受伤。你弟弟啊？听到沈右楚这么说，我竟然有点小小的兴奋。你弟弟受没受伤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朋友把我弟弟绑架了，现在我要带你去换人。再等等，我看着沈右楚问道：“你说你弟弟被绑架了，拿我去换人吗？还是我朋友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认识这样牛逼的朋友呢，就是昨晚的那个陈少杰。我去陈少杰他到底干了什么？我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。昨天不是说好这事就过去了吗？怎么他又去找沈宇豪了？你觉得沈宇豪有钱好欺负吗？陈少杰能做出这种事，我有点拿捏不准了，也不敢再多问什么。这一路都相对沉默，从市区一路到东3环郊区，最后到了一处破旧的仓库。同样的别克 GL8停在这里，旁边还有陈少杰昨晚开的桑塔纳。在2个车旁边摆着一张桌，其实是2个破旧轮胎摞在一起，上面随便放了块木板，就变成了一张桌了。桌面上放着几个罐头，有几样卤菜，桌边丢着10几个喝光的啤酒瓶。陈少杰单独坐在方桌一边，沈宇豪和其他几个人坐在其他的3个方向。这几个人有点惨，个个都是鼻青脸肿的，就连沈宇豪也不例外。看到这
这一幕，沈右楚受不了了，下车就奔着那张桌跑去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宇豪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谁干的？”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视线落在了陈少杰身上。陈少杰压根就没理会沈右楚。胖子保安一脚把我从车上踹下去，另外2个保安把我从地上拖起来，大声叫嚣道：“快点放了我们少爷，否则我们就撕票了。”陈少杰看到的时候明显感觉意外，眉头皱了皱，倒是没说什么。陈少杰放下自己的酒杯站了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沈右楚看着陈少杰问道：“是不是你把我弟弟打成这样？昨晚不是说好没事了吗？究竟想干什么？姐别说了。”沈宇豪站起低着头说道：“这事不怪人家怪我，我们5个没打过他1个，我活该。要不是亲耳听到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”沈宇豪带的这4个人在身材是明显占优势，但是竟然都被陈少杰收拾了，而且收拾的他心服口服。沈右楚心疼的抬起手去触摸沈宇豪肿大的脸，小心翼翼的问道：“疼吗？”沈宇豪先是点点头，又是摇摇头说道：“没事，挨打又不是第1次了，把我打服的倒是第1人，这事不怪他们。”停！陈少杰打断沈宇豪的话说道：“你姐真有一套，竟然把我侄子抓了。今天这事咱们算扯平了，你们放了我侄子，我放你走。今天这活动拳脚的出场费就免了，但是别有下次。”胖子保安在沈右楚面前逞强，撸起袖子说道：“沈总，他们太嚣张了，让我去教训教训他。”沈右楚瞪了胖保安一眼，看着沈宇豪说道：“你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今天能不能一次搞清楚？别再折腾了，行不行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懂事？爸临走的时候让我好好照顾你，你能不能争点气？我一个人要照顾你，还要打理公司，我容易吗？”说着说着，沈右楚竟然委屈的眼泪都掉出来了。沈宇豪见沈右楚掉眼泪，顿时就急了，祈求道：“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哭行不行？这事怪我，昨天晚上我被打了不服气，今天叫了几个哥们想教训他一顿，没想到技不如人，5个没打过他1个，我以后不给你惹事了，你别哭行不行？”喂，我在一边叫道：“你们在叙旧的时候能不能先把我松绑？我还他妈的被你们绑着呢，都说互换战俘，我2叔都没绑着你弟弟，你们能不能守点信用，先把我放了？”沈右楚看了一眼胖保安，胖保安赶紧给我松绑，他很关心自己的弟弟，问道：“昨天晚上为什么要拦你？你别装了行不行？”我大声喊道：“开车撞我，又让他来我住的地方打我，砸了我的手机，别和我说你不知道这事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沈右楚彻底惊呆了，盯着我足足看了3秒，然后又转过头看沈宇豪。沈宇豪低头说道：“姐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沈宇豪有点不太敢看沈右楚的眼睛，小声说道：“那天晚上你不是和我说你开车把人撞了，让我去取身份证吗？我就以为是你被碰瓷了，然后对方扣押了你的身份证，要勒索你。我带着几个哥们就到他住的地方，把身份证抢了回来。我还担心他有你的电话号码，对你纠缠什么的。走的时候我又把他的手机给砸了。”然后沈宇豪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然后就有了昨天晚上的事。沈右楚彻底震惊了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沈宇豪，后者已经快把头缩进衣服里面了，一副很害怕的样子。清楚了吗？我看着沈右楚问道。没空听我解释，那你听你弟弟解释好了。现在清楚了吗？你们开车撞了我，还让人来打我，今天还被你们大堂经理诽谤成贼，现在外卖平台都把我骑手资格都给封了，连工作都丢了，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？我招惹你们了吗？干嘛把我害成这样？对不起。沈右楚的脸憋得通红，语气也软下来了，道歉说道：“我补偿你，谢谢不用，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”说完之后，我牛逼哄哄的走到陈少杰身边，拿起一瓶啤酒仰脖就给吹了，然后把啤酒瓶丢在一边，对陈少杰说道：“看不出来你挺能打呀。”陈少杰不屑一顾的说道：“还行吧。”然后起身对沈右楚说道：“姑娘，我看你还挺讲道理，和讲道理的人沟通更让人舒服。开车撞人的是你们，上门动手打人砸手机的也是你们，现在害得我侄子连工作都混没了，也是你们。你们总得给出点解决方案吧？这么大的委屈，不能就这么白白认了，对不对？”沈右楚红着脸问道：“那你们说要赔你们多少钱？”陈少杰想了想说道：“算了，你给他一笔钱，他转身就邮寄回家里给他爸看病去，不如你给他一份工作吧。”沈右楚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要。”我们2个几乎同时开口。沈右楚看了我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公司不要人品不好的人。”怎么了？陈少杰很不满地问道。“我侄子怎么人品不好啊？他……”沈右楚有点急了，红着脸说道：“他偷吃我的饭，还把剩饭给我。”哈哈哈！我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对陈少杰说道：“走了，你不用担心我的工作，送不了外卖，我可以干点别的。顺便问一句，看着沈右楚和沈宇豪说道：“这事就算结了吧？以后不会找我麻烦了吧？不会再囚禁我了吧？”沈右楚被我说的脸都红了。沈宇豪大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服了，我是真心佩服杰哥，以后有事您说话。”陈少杰没搭理沈宇豪，对我说道：“走吧，事解决了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”我钻进那辆破桑塔纳里面，仍旧是陈少杰开车，很好奇地问道：“你真的把他们一群人都放倒了？”陈少杰反问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吗？”我突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陈少杰真牛逼，把我送回到市区。陈少杰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，还是继续送外卖吗？我说骑手账号都给封了，这外卖不送也罢，找一份别的工作也能养活自己，毕竟我今年都23岁，是个成年人了。临走的时候仍旧是那句话，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。下车之后，我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感。以前都是起早贪黑的送外卖，回到住的地方巴不得早点冲个澡倒床上就睡，希望有一天可以过得没有那么忙。当这一天真的拥有了，我却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。租来的单间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，丝毫没有亲切感。此时此刻，我甚至很厌倦回到那个封闭的小空间，不知道回去之后能做什么。面对冰冷的墙壁会加深我的孤独
疏感。路人的脚步匆忙，行色匆匆。我蹲坐在巴黎春天小区后门的马路牙边，看着他们的脚步，看着这个城市孤独而又冰冷。那只流浪狗缓缓地走过来，围着我转了一圈，然后蹲坐在我身边。素不相识的两个灵魂，享受着同样的一份寂寞。6点半的时候，林一飞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他的手里仍旧提着一个饭盒，径直地向我走过来。身边这条流浪狗见到林一飞后站了起来，尾巴晃动得特别有节奏。林一飞来到路边，这一次他没有瞪我，安安静静的把自己提过来饭盒打开，里面是一些剩菜剩饭。流浪狗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低着头大口的吃起来。我主动和林一飞打招呼，问道：“你每天都给他准备食物吗？”林一飞看了看我，说道：“这些都是公司同事吃剩下的午饭，丢了挺浪费的，我就带回来给布布。那天晚上我是不是误会你了？你就是送外卖的小哥。”我看了看自己这身外卖服，自嘲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投诉太多，骑手账号已经被封了。以前是外卖小哥，现在不是了。”林一飞犹豫了一下，主动道歉说道：“对不起，那天我心情不太好，不应该没问清楚就给差评投诉你的。没事了。”我故作轻松的说道：“那都是曾经了。”林一飞蹲下来摸了摸流浪狗的头，和我闲聊问道：“那你要换一份工作了吗？”“是啊，明天开始找工作。”“你和这条狗很熟吗？”“它叫布布，是附近城中村的一条土狗，特别懂事。”林一飞和我闲聊了一会，布布把饭盒里面的食物吃完之后，叼起饭盒和塑料袋去了一边的垃圾箱边，处理完垃圾，又摇着尾巴过来和我们打个招呼后，向着远处跑去了。我和林一飞目送布布消失在街角，一起走回小区。这算是我第一次和林一飞聊天吧。得知他也是刚刚大学毕业，我们聊起了隔壁住的那对情侣。搬进来这几天我就没见过他们。林一飞说他也很少见到隔壁的情侣，应该是在附近的大学生，偶尔2个人过来住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。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这就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炮房。毕竟开房一次怎么都要100多，这边租1个月也就1000块钱而已，太划算了。因为一只名叫布布的流浪狗，我和林一飞也算是摒弃前嫌，可以一起聊聊天，彼此有了交流的机会。第二天7点半醒来，和往常一样寻找外卖服。当我找到之后，才意识到我的骑手账号已经被封了，我今天没有资格去接单去送外卖了。我的车，突然意识到我的车还在凯蒂国际酒店，当时我被擒拿的时候，电瓶车还在。现在呢，我迅速套上衣服，在小区门口打了一个摩的，直奔凯蒂国际酒店。凯蒂国际酒店门卫亭里面，我看到了昨天的那个胖保安，他正在执勤。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我，拎着橡胶警棍问道：“你小子又来干嘛呢？是不是找挨揍？滚犊子！”我很不高兴地问道：“我的车呢？什么车？”胖保安挥舞着他的橡胶棍威胁我说道：“这里没你要找的车，快点滚蛋！电瓶车，我的电瓶车呢？昨天我就停在这里的，被谁偷了？给我调取监控，调取监控！”胖保安笑了，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问道：“我们这国际酒店的监控是你说调取就调取的吗？你当是你家的了？你……”我真想一巴掌打过去。胖保安特别得意，继续调侃我说道：“就你那破车，去派出所报案，人家都不带给你立案的，看你还当个宝贝似的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这个胖家伙突然立正敬礼，一副很专业的样子。这是什么人来了吗？我转过头看到沈右楚那辆白色的路虎揽胜行驶过来，车子停在我身边，他坐在车内看着我问道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干嘛？”我很不爽地问道：“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破地方？我是来找我的车的，昨天就在这里，现在找不到了。”胖保安凑过来说道：“沈总您别理他，为了他那个破车还想调取咱们酒店的监控，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沈总您忙你的，他找车这是我来搞定。”沈右楚看着胖保安问道：“你怎么搞定？他的车在哪呢？”胖保安一脸坏笑地说道：“听昨天值班的小张说，他们亲眼看着那辆电瓶车被城管暴力丢上了车带走了。我彻底不高兴了，你们看到我的车被城管暴力丢上车带走，为什么不说一声？我是来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工作人员送餐的，为了给你们送餐，害得我丢了工作不说，看到我电瓶车被没收就不能帮忙说一声，就不能给暂时保管一下？你们有没有带点人情味啊？”胖保安咧嘴瞪眼，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还特么唱着说道：“为啥要帮你呢？哼，行了。”沈右楚有点不高兴了，对胖保安说道：“给他刷电梯，带他来我办公室。”说完，他开着车去了停车场。不是吧？胖保安有点懵逼，一脸不理解的说道：“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？沈总让我带你去他的办公室。”沈右楚的办公室在29楼，要乘坐专属电梯。事实上，他们酒店管理层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都在29楼，有一部电梯是内部工作人员使用的，外来人员要使用这部电梯需要刷个授权。而刚刚沈右楚就是让胖保安给我刷授权。在29楼，我找到了沈右楚的办公室，他的门上挂着总经理3个字，看不出来沈右楚竟然是总经理，年纪轻轻就能爬上这样的职位，真是厉害。不过此时此刻，我又开始胡思乱想，他该不会是借身体上位的吧？他的确有这个资本，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在我看来，沈右楚的办公室就是我见过最豪华的办公场。沈右楚穿着一件小衫，亲自泡了一杯咖啡给我，递给我咖啡的时候问道：“你的电瓶车多少钱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很想调戏一下沈右楚，看着他不屑地问道：“钱？在你眼里钱是万能的吗？钱可以解决一切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电动车我骑了3年了，自打我送外卖那天起，那个电动车就陪着我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承受了那么多风吹日晒，结果给你们公司送餐一次，就让他寿终正寝了。你们好意思吗？你们良心过得去吗？”沈右楚端着一杯咖啡，靠在自己的写字台上，看着我问道：“你说的这么义正言辞，好像你和电动车的感情很深啊。不过再深也没用，我不可能帮你去找城管要回来你电瓶车，不如直接点，你要我赔多少钱吧？除了钱，你能不能说点别的？”沈右楚特别高傲对我说道：“和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，我只能谈钱。我人品有问题吗？人品没问题会偷吃别人的外卖吗？”我很无语，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沈右楚
楚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，对我说道：“别浪费时间了，我马上要开个会，你说个数吧，多少钱我赔给你就是了。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倔脾气，我就想和沈右楚较真，大声说道：“我说了，我不要钱，我就要我的车，5000够不够？”我没吭气，8000可以了吧？我仍旧没说话，我赔给你1万。沈右楚提高了语气，这次总可以了吧？我看着沈右楚问道：“你觉得我是来敲诈勒索的吗？你就真的认为我的人品差到了这个地步吗？别说了，2万，不要的话你就马上滚出我的办公室，以后不要再出现。”我抬起手指了指沈右楚，一边指着他一边向后退，很装逼的丢下一句：“你活得真悲哀，在你的眼里只有钱，你怎么能体会我失去一个伙伴的心痛呢？和你聊情感简直就是浪费我的感情，你好好抱着你的钱，过你的生活吧，再见。”说完我转身就往外走。等一等，沈右楚站在我身后叫住了我，威胁着说道：“你别后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2万块钱的赔偿。”不需要。说完我就往外走。沈右楚在我背后说道：“那好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，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，我一定会把欠你的还给你。记住我的电话。”出了凯蒂国际酒店，我真想狠狠地抽自己耳光，这个逼装的有点大了，2万块钱啊，我干嘛不要呢？非得和他这个女土豪装逼，的确是逼装的很圆满，圆满的代价是痛失2万块钱，我要怎么安慰自己呢？重新获得了沈右楚的电话号码，好吧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一边往回走，一边随意的刷着朋友圈，意外的看到高旭发了一条动态，感谢妈妈24年前生下了我，妈妈辛苦了。看到这条朋友圈动态，感觉心里暖暖的。高旭是我高中同学，上高中那会，我和高旭的关系非常好，文科班男生本来就少，按成绩排座位，我们俩又都是在第一排，每次考试，我和高旭的成绩都名列前茅，班里的第1名不是我就是高旭，第一把交椅轮流坐。高中毕业之后，高旭590分考入云南大学，我600多分选择放弃，家里实在拿不出来多余的钱供我读书，再加上父亲的肾病一直需要花钱治疗，我也想着早点打工赚钱补贴家用。4年前高旭来昆明读大学，我来昆明打工，刚来的那段时间，我们俩经常凑一起，后来因为彼此交际的圈子不同，联系也就没有起初那么密切了，但是心里的那份感情还在。看到高旭发这条动态，我在下面回复：“哥们生日快乐。”高旭很快给我回了一条微信：“默默今晚有空吗？能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？咱们快有半年没见了吧？”我回复：“大半年了，你也快毕业了吧？”他说现在已经可以离校了，正在找实习单位。我问他有什么好的意向吗？他回复说：“我在大学读的是专业工商管理，已经拒绝了一些企业的橄榄枝，想要找家酒店做酒店管理的工作。今晚有空过来吧，咱们见面聊。在滇池路，记得带女朋友，让哥们看看你是不是过得很好。”心生感慨，如果4年前我也能读大学，那么今天我也能和朋友聊天时风轻云淡地说：“我想找家酒店管理的工作。”有些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，而有些人注定只能被选择。女朋友吗？我去哪偷女朋友？突然想到沈右楚，他不是答应我一件事吗？我今天能不能带着沈右楚去吃饭，顺便把沈右楚介绍给高旭？高旭不是想做酒店管理吗？沈右楚是凯蒂国际酒店的总经理，就算不能让高旭进入凯蒂国际酒店，至少起到一个引荐的作用，希望能给高旭提供一点资源。想到这，我就给沈右楚打了个电话。沈右楚接到我电话的时候，开口就问：“你是后悔了找我要这1万块钱吗？你能不能正常点？”我调侃他问道：“在你眼里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要钱吗？”哈哈，沈右楚毫不掩饰的大笑起来，问道：“那你是干什么呢？你今天不是答应我一件事吗？只要不违背原则，你都答应。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”“对啊，是我说的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晚上陪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，吃顿饭就行。这个要求不违背原则吧？不过分吧？吃饭。”沈右楚在电话那边惊叫道：“你让我陪你去吃饭？你觉得我时间很多吗？如果你不来，我也不勉强你，至少让我看清楚你沈右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除了满眼是钱之外，就是说话不算数。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。”沈右楚估计被我气到了，愤恨地说道：“行，你等着，晚上我陪你吃这顿饭，吃完你就再也别烦我了，咱们两清了。你得答应我，吃饭的时候不能给我拆台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非分的举动，就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。”沈右楚爽快地说道：“OK， 我懂，晚上见。”搞定沈右楚，我多少有点窃喜。半年不见，今天又是高旭的生日，出门的时候在小卖铺买了一个红包，往里面塞了500块钱。500块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笔小数字。想到高旭的朋友可能都是大学生，现在的大学生出手都挺阔气的，我的红包太小，可能会给高旭丢人吧。6点1刻，我来到饭店门口，沈右楚的白色路虎揽胜已经停在这里。看到我出现，他下车向我走过来，竟然穿着一身职业装。我站在门口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沈右楚。沈右楚瞪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看什么？你没要求我穿什么衣服，何况我也的确没时间去换。接到你发来的地址，我就从公司赶过来。”我笑道：“看不出来你穿着职业装，显得你蛮有气质的。”这句话又惹来沈右楚一个大大的白眼。我带着沈右楚走进饭店包间，推开门就看到高旭坐在主位上，正和左边的一个男生聊天。包间内大约有10几个人。高旭看到我急忙站了起来，招呼我说道：“默默，你终于到了，我们在等你呢，来这边坐。”说完这些，他示意身边男生串一下位置。我来到刚刚男生坐的那个位置，掏出烟递给我让座的男生。他看了一眼我的红塔山，并没有接，客气指了指桌面放着的软中华，对我说自己有。高旭给其他人介绍说道：“给大家介绍一下默默，我们一个县城的高中最好的哥们，曾经的学霸，高考600多分呢。”我苦涩的笑了笑，对高旭说道：“算了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生日快乐。”说着我把红包递了
递了上去。高旭的手指轻轻捏了一下红包，挥挥手对我说道：“默默，你太客气了，今天让你来，真不是为了让你准备红包什么的，想着半年不见了，一起聚一聚。先上菜吧，咱们边喝边聊。这位是弟妹吧？怎么称呼？”沈右楚并没有对弟妹这个词表现什么意见，微笑说道：“我叫沈右楚。”高旭看着沈右楚，自豪地说道：“我叫高旭，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，和默默是发小。”高旭说自己学校和专业的时候，声音特别大，表现得特别自豪。另外一个男生说道：“先上菜，先上菜。”周围又开始乱起来，抽烟的抽烟，闲聊的闲聊，还有2对明显是情侣，卿卿我我的腻在一起。高旭拿出自己的烟递给我，对我说道：“默默，当初你要是坚持上学，也不用送外卖了。”送外卖的坐在高旭身边的女孩用难以压制的鄙夷气问道：“平台的团团还是饱了吗？网上经常爆料送外卖的偷吃，是不是真的？”我还没等说话呢，另外一个男生抢着说道：“王慧，你太小题大做了，偷吃有什么？你没见过那个视频吗？在电梯里面把客户的汤当成漱口水，完了还要吐回去，更恶心。现在这个行业太乱了，平台也不知道整顿一下，都是一些没有固定工作的闲散社会人员在做，有好工作的谁能去送外卖？”一时间我的脸上火辣辣的，不敢看闲聊的这群人，更不敢看身边的沈右楚。就在大家聊着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女生看着沈右楚问道：“你也是送外卖的吗？”沈右楚看着女生微笑说道：“我和陈默都是送外卖的，我们是同事。”女生无比羡慕地说道：“每天送外卖风吹日晒的，肯定很辛苦吧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，还能把皮肤保养得这么好，真是羡慕你。”沈右楚微笑，也不解释什么，任由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生讨论着。高旭感觉挺尴尬的，小声安慰我说道：“默默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对你没有恶意的，是随便闲聊罢了。”我苦涩地笑了笑，对高旭说道：“没事，我能理解，我不是应付高旭，我是真的能理解。在昆明打拼这几年，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大学生是一个最无法无天的群体，他们还没走出校园，很少有人懂得察言观色，也很少有人会真正在意身边人的感受，一个个都是天之骄子的模样。”酒过3巡，聊的话题也逐渐多起来。高旭递给我一根烟，随口问道：“你爸的病现在怎么样了？能做换肾手术吗？”说起这个话题，我变得格外沉重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把满满的一杯酒都喝了下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没什么希望，换个肾好几十万，根本不是我家能承受得起的。再加上换肾也不是有钱就能换，还要找匹配的。这些年一直在做保守治疗，每周去医院透析，折腾的已经是皮包骨了。”高旭跟着长叹一声，回忆起曾经说道：“当年高考你600多分，为什么就没坚持读大学呢？我记得当时全校还给你举行过一次捐款，那些钱用来给你读书的。”我打断高旭的话说道：“我把钱给我爸看病了，后悔吗？如果当年你上学，现在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”我摇摇头，点燃高旭递给我的烟，落寞的说道：“再给我选择100次，我还是会把钱拿给我爸看病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”坐在高旭另一侧的女孩用一种教育我的语气说道：“你应该拿钱读书，像我们一样，先考入一所名牌大学，然后拿到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，这样你出去找工作也多了很多选择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，你除了送外卖，你还能干什么？”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沈右楚开口说道：“永远不要去评价你不了解的人或事，你说的或许对，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正确的答案。”那个女生不以为然地翻了翻眼睛，高旭阻止她说道：“刘倩别说了，默默她父亲多年前就生病了，母亲在家照顾病重的父亲，现在全家都靠她一个人在支撑吗？”刘倩不屑嘟囔了一句，目光短浅。我能说什么？我感觉自己握着酒杯的手都在颤抖了，突然感觉很柔软很暖的一双手搭在了我的手背上。我转过头，看到沈右楚正在看着我，眼神很温柔。刘倩鄙夷地看了我们一眼，然后问：“高旭，上周我让你投的简历你都投了吗？”“我已经收到面试的通知了，你呢？有没有收到？”高旭故作神秘地打开手机，送到刘倩面前，略带兴奋地说道：“你看通知面试的信息，今天中午发来的，明天一早就去，太棒了。”刘倩特别高兴，抱着高旭就亲了一口，满怀期待地说道：“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被这家酒店录取的。”坐在对面的一个女生问道：“你们俩有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？”刘倩特别自豪地说道：“我和高旭一起投的简历，现在最心仪的那家酒店通知我们明天去面试，恭喜恭喜！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一下，学历高就是好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。高旭为了你拒绝了那么多好的企业，刘倩你要加油啊！”吃过晚饭，下半场是 KTV， 高旭预定的 KTV 距离吃饭的地方有2公里左右的样子。离开餐厅包间的时候，他的那些大学同学走在前面，我和沈右楚走在最后。我低声对沈右楚说道：“吃完饭了，你答应我的事做到了，不用管我了，你走吧。”“谢谢你信守诺言。”沈右楚轻声问道：“你要去参加他们的下半场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找个借口溜走吧，没什么共同话题。沈右楚嘟起小嘴对我说道：“你要去什么地方？我送你吧。”走到饭店门口，高旭已经拦下了3个出租车，第一个出租车已经坐了4个人，第2个上了2个人，另外一对情侣正在准备上车，最后剩下5个人，我和沈右楚、高旭和刘倩，还有个不认识的男生。刘倩对沈右楚说道：“咱们5个人挤一挤吧，和司机师傅说一下，很快就到了，谢谢。”沈右楚微笑说道：“我和陈默还有事，改天再聚吧。”这就走了。高旭略带失望地说道：“过去一起玩一会吧，难得出来聚一下。”刘倩偷偷地掐了一下高旭，对高旭
旭说道：“行了，你就别勉强人家了，这个时间正是点宵夜的时候，晚上能多送几单，别耽误人家时间了。”我对高旭说道：“下次吧，反正都在昆明，没事常联系常聚。我们先回去了。”那好吧。高旭依依不舍地道别说道：“我帮你们打个车吧，路上慢点。”不用打车了，我没喝酒。说着，沈右楚按了一下遥控器，停在我们身边的那辆白色路虎揽胜，车灯闪了闪，然后他很友善地和高旭挥手说道：“再见。”高旭和刘倩的表情有点僵硬，我和沈右楚并肩走向路虎车，在开门的时候，听到身后的刘倩用一种极度恨的语气说道：“你这个发小还真有意思，肯定是借个车来充面子的。”后面再说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已经坐在了沈右楚的车上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，看不见自己的未来，却感受到眼泪划过脸颊。当生活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时候，只能在黑暗中舔舐自己的心伤。我不想让沈右楚看到我的眼泪，按下车窗，任由风将它吹干，蒸发在空气中。车停在巴黎春天小区门外，我下车和沈右楚道别。临走的时候，沈右楚叫住了我，问道：“陈默，我还欠你什么吗？”我停住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，摇摇头说道：“不欠了。”那就好。沈右楚嘴角扬起一丝轻松的笑容，平静地说了声再见。回到家，林一飞正在客厅打电话，他在电话里一直道歉，恳请对方的谅解。看到我进来，林一飞用眼神和我打了个招呼，我回应后钻进洗手间洗了个澡。出来的时候看到他正坐在沙发上，眼睛红红的。我从茶几上的纸巾盒抽出2张，直接递给林一飞，不知道怎么安慰他。或许此时的我更需要安慰。林一飞接过我递给他的纸巾，微微颔首示意。操蛋的城市，操蛋的人生，几瓶啤酒把自己灌醉，一觉睡到第2天日上3竿，还是被电话吵醒的。我都没看是谁打来的，职业习惯接听电话，先问了一声你好。电话那边传来沈右楚的声音，他问道：“你还在睡觉吗？要不要这么懒？干嘛？”我迷迷糊糊地问道：“我懒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帮个忙可以吗？”“什么事？你来我公司找我见面，我和你说。如果你想拒绝，我也不勉强你。”我犹豫了几秒钟，对沈右楚说道：“等着，我半小时之后到，管好你的看门狗，别让他们咬到我，尤其是那个胖的。”沈右楚笑道：“好像你真的被咬过似的。”10点半，沈右楚的办公室内，他正坐在写字台里面操作电脑处理文件。我来到他写字台面前，双手撑在桌面，看着他问道：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我出山解决？”沈右楚把手里的鼠标放下，靠在椅背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看着我说道：“人事部那边今天要面试几个人，我想请你帮忙。今天你来当我们人事部的主管，看看这几个人能不能用。”“啥？”我看着沈右楚问道：“你没开玩笑吧？让我去帮你当面试官？”“是的。”沈右楚无比淡定地说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面试的几个人已经到了，如果你愿意帮我，现在就可以去面试了。我的助理小茹会全程配合你。其实当面试官没多难，你只需要看一看这些来面试的人，感觉好的就可以留下来进入实习期，感觉不好的可以直接劝退了，全凭感觉。”我十分不理解地看着沈右楚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让我来帮你面试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？沈右楚嘴角扬起一丝令人费解的微笑，起身说道：“去吧，我让小茹带你去人事部的办公室，一会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面试了。”我怀着好奇的心理，跟着小茹去了面试办公室，在桌面上放着4份资料，小茹就介绍说道：“初试已经过了的只有这4个人，但是最后我们公司只能留下2个，你先看一下他们的资料，我出去安排一下，通知他们4个人依次进来面试，最后留下哪2个你来做决定，这是沈总的意思。”我打开第1份面试人的简历，26岁，有2年的酒店管理经验，西南政法大学毕业。第2份面试简历是个女孩子的，工商管理学院的，学历没什么亮点，但是个人简介写的特别谦虚，很低调的一个女孩子。当我翻开第3份面试简历的时候，我震惊了，竟然是高旭。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赶紧打开第4份面试资料，果然上面印着刘倩的照片。昨天晚上他们在饭桌上兴奋说接到了酒店的面试邀请，激动得不得了。原来他们说的竟然是凯蒂国际酒店，而沈右楚又让我来面试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凝神思索了片刻，似乎能理解沈右楚的用心良苦。片刻之后，助理小茹回到办公室对我说道：“我都安排好了，可以让他们进来面试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对小茹说道：“让他们4个同时进来吧。”同时进来。小茹有点吃惊，同时眼里闪过一丝不信任的感觉，似乎是在疑问：“你到底会不会面试？”我坚持说道：“是的，让他们4个人同时进来。”都这么说了，小茹也就没再有什么疑问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再次进来的时候，4个面试的人全都被带了进来。当着4个人的面，小茹介绍说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公司人事部的陈总监，今天哪2位留下，全都看陈总监的意思了。”介绍完，他回到办公桌，坐在我左侧，用手操作电脑做现场的记录。默默，高旭情不自禁地叫出了我的名字，惊讶地问道：“我没看错吧？”我微笑点头，眼神扫过他们几个人，发现刘倩脸上带着难以压抑的兴奋，似乎是志在必得了。我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各位坐吧，你们的简历我都看过，能通过公司层层面试走到这里，说明你们都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了。即便是最后不能胜任这个位置，也足以证明你们的优秀。公司目前只有2个名额。”刘倩骄傲地说道：“看来肯定是我和高旭了。”这句话引来了另外那男子不满的眼神。高旭急忙拉了拉刘倩，低声说道：“别乱说。”然后又给那个男子道歉。倒是另外一个女孩没有任何反应，仿佛没听到刘倩的话一样。我端起面前的水杯，喝了口水，继续说道：“最后一道面试题很简单，如果你们月薪5000
2000，摆在你面前有3个房子。第一个房子是城中村单间，月租500；第二个房子是小区房与别人合租，月租1000；第3个是小区房自己租一套，月租2500。你们会如何选择？刘倩第一个开口说道：“我要住月租2500的小区房，要环境好，有独立的生活空间。”高旭你呢？高旭挠了挠头说道：“我住小区房与别人合租的。”我把目光投向第3个女孩，她的名字很好记，叫白佩佩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她的声音，很细腻，很温柔。她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我会选择与别人合租小区房，毕竟生活环境很重要。与自己合租的人应该是收入水平、价值观都差不多的朋友，会很聊得来，扩大交际圈。与别人合租挺好的。”最后那个男子很坚定地说道：“我会选择城中村居住，毕竟月薪5000不多，把钱花在住宿上，不如花在与别人的交际上。”他们4个人都说完了自己的想法。我对身边的小茹说道：“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吧。”小茹看着我问道：“那最后留下哪2位呢？”“明天上午公布，各位回去等电话就好了。”小茹起身说道：“非常感谢4位。陈总监的意思是，今天面试就到此为止，最后录用哪2位，明天上午会电话通知。各位的去留，就看陈总监最后选择哪位。谢谢大家，我送你们出去，请跟我来。”说罢，小茹率先往外走，紧跟着小茹的是那个男子，然后是白佩佩。刘倩见前2个人都出去了，她突然冲到我坐的桌前，一脸兴奋地说道：“默默，你不是送外卖的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面试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和高旭是不是可以准备下周开始上班了？”我嘴角微微上扬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高旭拉着刘倩说道：“倩倩走了，那个默默晚上有时间吗？昨天你走得太早了，都没好好酗酒，你几点下班？我来找你，晚上继续喝呀。”我对高旭说道：“好，我下班了联系你。”临出门的时候，刘倩挽着高旭的胳膊，无比自信地说道：“你朋友竟然是凯蒂酒店人事部的总监，你怎么不早点和我说呢？默默真是太有本事了，以后要常来往，知道吗？”4个人都走出了面试办公室，我坐在椅子上沉思了片刻，起身走向沈幼楚的办公室。我进门的时候，沈幼楚正盯着电脑看，我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看到我进来，沈幼楚微笑说道：“默默不错呀，很棒。最后的提问很有个性，能从一个简单的住房观看到很多内容。”我皱了皱眉头问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？”沈幼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转过来，对我说道：“我刚刚看的是现场直播，现在正在看第2遍。原来那个办公室有摄像头。”我有点无语了，这是对我的不信任吗？我正要开口说话呢，沈幼楚就率先解释说道：“别误会，我们面试的办公室一直都有摄像头，有时候出事和复试的人很多，没办法当时做决定，人事部的人要反复看几次面试录像，最后才能下定夺。”我答应了一声。沈幼楚微笑问道：“你觉得最后应该留下哪2个呢？”“白佩佩和高旭。”沈幼楚问道：“理由呢？你不留下刘倩，就不怕你发小高旭和你闹掰了吗？”我习惯性的掏出烟叼在嘴里，在点燃的时候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不对，毕竟在人家的办公室，又把打火机收了起来。沈幼楚开口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身边的人抽烟，谢谢。”我点燃烟对沈幼楚说道：“我能明白你今天让我来的目的，谢谢你的用心良苦，你对我好，我也不可能对你不负责。刘倩这个人自视甚高，而且没有什么好的教养，不适合好好培养。白佩佩是个不错的人，无论是简历上还是言语上，表现的都很谦逊，而且这人形象很好，亲和力很高。高旭虽然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但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很正的。抛开个人关系，我也建议你留下。至于刚刚你问的不留下刘倩，会不会惹得高旭不开心？我只能说，我不会拿你对我的好去做不利于你公司发展的事，这也是我刚刚没有宣布去留的原因。最后决定用谁，还是你来决定吧。”沈幼楚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说道：“我今天早上看到简历之后，有点吃惊，竟然有这样巧合的事，所以我打电话让你过来。通过刚刚的面试，你也看出来，从昨天送外卖的身份到今天人事部总监的身份，简单的变换了一下。有些人对你的态度就截然不同。这个社会很现实，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又很虚伪。我明白你的用心良苦，让我在朋友面前找回一点自尊与自信，但是你也让我陷入了一个僵局。高旭和刘倩都认为我能决定他们的去留了，现在就很尴尬了。”沈幼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：“如果你觉得为难，那就留下高旭和刘倩2个人呗，我无所谓的。凯蒂酒店上上下下我养着100多人，我不在乎多一个刘倩，就看你怎么办。”我看了沈幼楚一眼，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转身走向门口的方向，背对着他说道：“你自己玩吧，我要走了，你别坑害我，我不陪你玩了。”等等，沈幼楚在背后叫住了我：“如果你认为作为最好的发小，高旭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录取刘倩，因为这是和你闹掰了，我觉得你这个发小也没必要继续交往下去。刘倩什么样他肯定很清楚。另外，你觉得高旭和刘倩这样虚伪的女孩在一起，他以后会幸福吗？当然，感情的是我们外人没有评论的资本，但是关于人品显而易见的东西，你不应该替你的发小说上1、2句吗？”我站在原地听完沈幼楚说的这些，不想多说什么，拉开办公室的门往外走，背后传来沈幼楚的声音：“既然做了这件事，就出个结果来，我不希望你答应帮我做的事半途而废。就像昨天我那么不喜欢的饭局，仍旧陪你到最后。明天由你来公布面试结果，如果你不来，我就录用高旭和刘倩，让你在朋友面前有面子。”沈幼楚的好心丢给了我一个烫手的山芋，我却不知道如何面对高旭和刘倩。我可以忽略刘倩的感受，但是我不想让高旭觉得为难。今晚的饭局或许很尴尬，即便
便是明知道很尴尬，我也不能逃避。下午4点半，高旭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几点下班。我告诉高旭已经没事了，他听后特别高兴，问我在哪见面，今天好好喝点。我让高旭来巴黎春天小区外的一个很普通的小饭店，今晚我做东。高旭说他马上就过来，一会见。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今晚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，10多年的友情是就此崩盘，还是变得更加坚固，我无从得知。毕竟这些年我们都在改变，交集的圈子也逐渐越来越远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，一切只能祈祷。5点半，高旭和刘倩2个人出现在饭店，我突然感觉很紧张，我想保留住这份友谊，但是又不想违背沈幼楚对我的好，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地步。默默，你来多久了？高旭拉出一把椅子，示意刘倩先坐下，然后他又重新拉开另外一把椅子，坐在了刘倩身边，略带客气地问道：“你就住附近吗？”我掏出烟递给高旭，顺便指了指旁边的小区，说道：“住在巴黎春天，挺近的。”刘倩看了一眼外面，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这个小区绿化这么好，租金肯定不便宜。昨天你还骗我们说是送外卖，你可太能逗了，是不是怕高旭求你办事？别乱说。”高旭制止了刘倩，说道：“默默才不是那样的人呢。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把菜单递给高旭，说道：“点菜吧，今天我做东。”高旭拿着菜单笑起来，对我说道：“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你都混成凯蒂国际酒店的人事部总监了，真替你高兴。”几个菜上齐后，他们俩和我聊的话题始终没离开凯蒂国际酒店，问我里面的环境怎么样，薪酬怎么样，以及整个公司的架构是什么样的。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，也没办法回答，只能尴尬地笑着转移话题。高旭和刘倩都看出来我在回避，吃饭的气氛始终处于一种半尴尬的状态，彼此都很压抑。最先受不了的还是刘倩，她拿着筷子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说道：“高旭啊，默默好像太愿意你去凯蒂工作，别这么想。”我开口说道：“你们能不能来凯蒂工作，根本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乱说。”刘倩强调说道：“今天就是你给我们面试的，据说那个小茹是凯蒂总经理的助理，他都说你能决定我们的去留，怎么还不是你能决定的？我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高旭看着我，很诚恳地说道：“默默，这份工作对我和倩倩都很重要。虽然昆明的5星级酒店有好几家，但是经过我们的对比，发现凯蒂是最适合我们发展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”我很不理解地看着高旭。你也说了，昆明那么多家5星级酒店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来凯蒂？高旭故作神秘地说道：“你在凯蒂工作，你一定听说了吧？凯蒂集团老总沈德忠在夏威夷发生空难，抢救无效后就这么走了。据说现在管理凯蒂酒店的是沈德忠的私生女，他在大刀阔斧地做人员变更，想要建立自己的团队，树立自己的威信。在这种时候，他需要更多新鲜的血液注入。我们之所以选择凯蒂，就是看中了这一点。乱世出英雄，我想和倩倩去闯一闯。与其去一个风平浪静的公司工作，不如进入一个利益纷争的环境里，去体现自己的价值。我能理解高旭的想法，这的确是一个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。但是我真的不想昧着良心把刘倩招进去。很委婉地劝告诉说道：“其实安逸的工作环境也挺好，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。”默默，高旭看着我认真地说道：“如果可以，一定要把我和倩倩留下，拜托了。”在席间，我没有给高旭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只是让高旭和刘倩回去等电话。回忆起那天在城郊废弃仓库的一幕，沈幼楚对沈宇豪说了一句：“我答应好好照顾你的。”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高旭口中的私生女很有可能就是沈幼楚。离开餐厅的时候，我把吃剩下的饭打包，刘倩看到觉得很奇怪，在她眼里，一个总监级别的人怎么还能把剩下的饭菜打包？如果我解释说把这些剩菜拿给一条流浪狗，她肯定不信。回到家，林一飞的卧室门开着，经过她卧室的时候，看到了她的背影，穿着吊带坐在电脑前办公。我走到阳台，拨通了沈幼楚的电话。沈幼楚在电话那边问道：“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还是关于招聘的事？今晚高旭和刘倩请我吃了顿饭，说了什么你应该也能猜到。我觉得这个玩笑就到此为止吧，再开下去就有点过分了。面试录像给你看了，我相信你心里更清楚应该留下谁。高旭和白佩佩是最合适的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还得麻烦你把这个误会解除。”沈幼楚用一种很不满的语气问道。沉默，我问你，我答应你的事做得怎样？你让我陪你吃饭，我放下那么重要的会不开就去了。我那么不喜欢饭局，我也陪你做到最后。被人当成送外卖的各种鄙夷，我也忍着了，因为我答应你的事，我就一定做好。现在是你答应我帮我做一件事，你就打算半途而废了吗？别闹了好吗？我祈求沈幼楚说道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出口气而已，你的好意我的真心领了。现在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，这即将伤害到我的友情。沈幼楚态度强势地说道。你可以选择不伤害，把高旭和刘倩同时招聘进来，我给你这个权利了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固执？公司是你的，你在拿自己开玩笑吗？没有啊。电话那边的沈幼楚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故意在气我，开口说道：“我这是在报复你对我的饭做了那么恶心的事。明天上午你来我办公室，亲自把录用电话打出去，通知其中的2位来公司人事部登记上班，这样你答应我的事就算做完了。你要承认自己是男的，就别做半途而废的事。”说完，沈幼楚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突然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，想下都下不去了呢。走出阳台，正巧林一飞也从卧室出来去洗手间。我打招呼说道：“你最近工作好像很忙。”林一飞很忧伤地说道：“公司有个项目要做，最近一直在出方案。你现在要用洗手间吗？你不用的话，我去洗个澡，你用吧。”我回到自己的卧室，躺在床上想着究竟要怎么办。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，怎么做都是错。次日暴雨，沈幼楚的办公室内，我特别不喜欢他看我的眼神，带着一种
戏谑。桌面上放着一台座机电话，沈右楚隔着茶几坐在我对面，手里捧着一杯咖啡，很享受的样子。而我盯着电话有些纠结，打电话吧。沈右楚看似平静的说道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是你现在和高旭、刘倩说你不是公司的人事部总监，他们也不会相信你，不是吗？我看着沈右楚愤怒的问道。其实一开始你并不是想帮我在人前找回自信，你就是想让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，对吗？沈右楚嘴巴张了张，眼里闪过一丝失望的深情，不屑一顾的说道。随便你怎么想吧。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沙发，回到了自己的写字台前。的确，现在即便是我和高旭、刘倩说我不是人事部总监，他们也不会相信我。既然如此，还犹豫什么呢？我拿起座机拨通了内线电话，这个电话是直接拨打给小茹的。我握着电话对小茹说道，通知高旭他被录用了，周一来公司报道。好的。小茹在电话那边问道，那第二位是谁呢？第二位是谁？我感觉到自己拿着电话的手在颤抖，而另一边沈右楚的目光就没离开过我。喂，小茹在电话那边问道，陈总监另外一个要留下谁呢？第二个留下刘倩的名字几次到嘴边，我都没能说出口。电话那边再次传来小茹的声音，提醒我说道，陈总监您说，我听着呢。白佩佩。说出这3个字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发现自己整个背全都是汗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打电话通知高旭和白佩佩，周一来人事部报道。没事，我先挂了。好的。率先放下电话的是我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，听到沈右楚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他再次坐在了我面前的沙发上，对我说道，默默谢谢你，其实这是我对你的一个考验。呵呵，我干笑了2声。考验我什么？别找出那些不切实际的理由来安慰我，我不是3岁小孩子，你做这些不过是想报复我对你的调戏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回到几天前，我不去撒谎说我吃了你的饭，事实上我没有这么做。沈右楚满不在乎的说道，这不重要，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假设，其实我挺庆幸你撒了这个谎，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先给你道歉，不应该给你出一个这么难的考题。沈右楚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和我想的一样，电话是高旭打过来的。接起电话，就听到高旭在那边问道，默默，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对面坐着沈右楚，我没办法解释那么多，只能对高旭说道，我晚点打给你。好，我等着。接了这个电话，我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。沈右楚对我说道，我先给你道歉，然后给你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至于你是否愿意原谅我，我都会感谢你今天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默默地看着沈右楚，他脸上带着淡淡的愧疚，也有一些无奈，轻声说道，我给你出了个这么大的难题，你还是在关键时候为我着想。公司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正在做各个部门的人员调整，我希望身边有一些愿意真心为我着想的朋友，组建自己的团队。其实昨天让你来帮着面试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你在朋友面前找回点面子，即便是你录用了高旭和刘倩2个人也没什么，对于公司来说只是增加了一个实习人员而已，大不了1个月后请辞就是了。说到这，沈右楚停顿了一下，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的表情，这才继续说道，昨天你面试的时候，我是在全程观看，我很意外你没有当场宣布留下刘倩。回到我的办公室，你和我说刘倩这个人并不适合，其实我也认为她并不适合在我的公司，原因咱们就不说了。看到你和我说这些，我突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，这个招聘一定要让你来完成，看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样的。结果你没让我失望，最后还是坚持了正确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对于你来说很艰难，或许因此你会和发小决裂。我想知道最后为什么要坚持？这么做是为了我吗？为了你。我嘴角扬起不屑的微笑，你别多想了，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而已。很好，沈右楚高兴地说道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，咱们好好聊聊吧。聊什么呀？我掏出烟叼在嘴里。沈右楚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，我大声说道，你别皱眉，我现在不是你的员工，我想抽烟就抽烟，你管不着我。就算我是你的员工，你也别限制我抽烟的自由。没关系啊，沈右楚很平静地说道，昨天你也在我的办公室抽烟了，似乎抽烟更能活跃你的思维。公司目前全部岗位都在进行大换血，你想进入哪个部门？你对哪个部门比较感兴趣？你以前从事过什么行业？有什么从业经验？送外卖还会偷吃的那种？沈右楚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对我说道，我是认真的，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？送外卖还在 KTV 里面当过服务生，工地搬过砖头。我越说越没自信，反正所有底层工作我都做过，如果你真想给我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，说吧。沈右楚鼓励我说道，想做什么你说就行了，薪水我一定给你满意的，不会低于你送外卖的薪水。你别小看我，送外卖1个月收入也有6、7千块钱呢，我给你8000，那我当个保安吧。当时沈右楚的表情没法形容了，瞪眼看了半天问道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追问道，当保安是不是可以免费提供吃住？有没有全勤奖什么的？排班是怎么安排的？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？有休息的时候可以自己多看看书了。当个保安挺好的，周一来上班吧，我让小茹亲自安排你保安的工作，公司包吃包住，但是住的房间是集体宿舍，仅仅有个床位而已，平时休息一下还是可以的。保安部那边具体是怎么排班的，我不是很清楚，这些都是下面的人在负责。说到这，沈右楚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，对我说道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先问一下，是我请你还是你请我？这句话惹来了沈右楚一个大大的白眼。中午在酒店吃过午饭，临走的时候，沈右楚已经让小茹给我送过来一套保安服，告诉我周一穿着这套服装来找小茹就可以，他会安排我的职务。我还问沈右楚，当个保安真的给8000的薪水吗？沈右楚倒是很淡定的说是。吃过午饭，我去逛了一趟书店，把以前一直想买而又担心没时间看的几本书都买了回去，还额外多买了一本关于酒店保安系统的专业书籍。回到家，自己在卧室里面换上保安服，对着镜子怎么看都觉得格外精神。就在我自我
陶醉的时候，高旭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客气的问道：默默，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。高旭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关于刘倩的事我很抱歉。默默没事，谢谢你能让我进入凯蒂工作，不是你听我说，我有点急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天晚上我带去给你过生日的沈幼楚，就是凯蒂的总经理，就是你口说中的沈德忠的私生女啊。高旭彻底不淡定了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她就是凯蒂的总经理。我懂了，默默，我懂你为什么不录用刘倩了，这不怪你。我现在担心我去凯蒂工作，她会不会给我穿小鞋？不会，虽然我和沈幼楚接触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能感觉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，所以我很坚定的说道：放心吧，沈幼楚不是这种人。周一我们见面详细聊。好的，周一见。哦对了，我想起件事。高旭突然开口问道：你最近是不是都没有看咱们高中同学的群吗？我新换的手机都没下载，你下载登录上去看看吧。前天晚上看到景瑶在群里发消息，她回国了，现在就在昆明。这些年你们真的没有联系过吗？景瑶多么遥远的一个名字，即便是听别人谈起这个名字，仍旧是那么的心痛。默默，你在听吗？我在。我回过神对高旭说道：回来就回来吧，这么多年都没联系了，可能早就彼此忘记了吧。电话那边的高旭笑着说道：至少我知道，现在的某些人还没忘记景瑶，多年的哥们了，我对你还是有点了解的。你要是不念旧，你就不是我认识的默默了。滚蛋！我没好气的说道。先这样了，心烦意乱的把电话挂断，手指却放在了手机上的软件下载器里面，下载登录，在群内找到景瑶的头像，点开对话框，没有勇气输入一个字符上去。景瑶是我高中时候的校花，也是我的同桌。那些年家里有钱的女孩子都打扮得特别漂亮，什么都用的都是最好的。景瑶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和我是一个极端的对比。所有人都把景瑶视为女神，我也认为景瑶是遥不可及。高三下半年的一个晚上，那天晚上我骑着单车送景瑶回家，站在她家门口，景瑶问我哪所大学是我的目标。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，高中读完我就不读了，家里负担不起我的学费，所以当景瑶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必须是北大，如果考不上我就不读大学了。景瑶以为我只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，却不知道我真实的想法。她很高兴地说要和我一起考北大。那一年景瑶的分数的确可以上北大，但是我的分数却和北大失之交臂。公布高考成绩的时候，景瑶看到我的语文只有50分，她十分不理解，问我为什么语文只有50分。我说考场上没发挥好，这个理由让景瑶无法接受。后来景瑶也猜到我是故意不上学，故意再不答题的。失望之后是绝望，对我的失望，对爱情的绝望，导致景瑶最后也没去北大，而是选择了去法国留学。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再联系过，甚至彼此礼貌的一个问候都没有。此时此刻听到景瑶回来的消息，让我有些猝不及防，心底思念的防线被彻底击溃。我点开景瑶的空间，看着她发在相册里的照片，细数她这些年的变化。她变了，变得更有气质了，眼神里也没有了当年的青涩与纯真。那些年骗我吃她剩下早餐的女孩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最终也没有鼓起勇气给景瑶发信息，默默地把手机丢在一边，打开窗子趴在窗前抽烟。在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我这种懦夫。周一早上8点，我来到凯蒂酒店准备上班，因为穿着保安服来报道。经过酒店大门口的时候，一辆奥迪7停在了我身边，女车主按下车窗，把头伸出来问道：您好，麻烦问一下地下停车场。她的话没说完就这么停了下来，眼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深情。我也有点不太相信，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巧合的事。开车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高中时的恋人景瑶。从未想过会在这样的场合见面，甚至没想过会见面的这么突然。就在我慌神的瞬间，值班的保安小跑过来，他见我脸生，随口骂道：人家问你话呢，你听不到吗？说完之后，他趴在车门外，弯腰对景瑶说道：小姐您好，停车场在前面，左转转过去您就看得到。我不想面对景瑶，我甚至不希望景瑶认出来我，转身走向凯蒂酒店那里，头也不敢回地逃离这里。我几乎是落荒而逃般冲进酒店大堂，身后似乎还残留着景瑶身上熟悉的栀子花香，那是高中时她最喜欢的香水味。值班保安的呵斥声被远远抛在身后，我却丝毫没有在意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，像是要挣脱束缚。怎么会是他？怎么偏偏在这种时候遇见我？穿着崭新却略显局促的保安服，而他开着奥迪7，依旧是当年那个耀眼的模样。巨大的落差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沉默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边响起，是小茹。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看到我脸色苍白的样子，有些担忧地问道：你没事吧？沈总让你到办公室找他一趟。我定了定神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现在不是沉溺于过去的时候，我是来工作的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朝着29楼走去。电梯里，我对着镜面整理了一下保安服的衣领，镜中的男人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慌乱，但更多的是故作镇定的倔强。敲响沈幼楚办公室的门，里面传来他清脆的声音进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沈幼楚正坐在办公桌后审阅文件。他抬起头看到是我，放下手中的笔。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。您找我有事？沈幼楚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坐吧。我一言坐下，手心微微出汗。早上门口的事我听说了。沈幼楚的语气很平淡，听不出情绪。我心里一紧，以为他要责备我。那个奥迪7的车主是景氏集团的千金景瑶。沈幼楚继续说道，也是我们酒店这次重要合作项目的负责人。我猛地抬头，眼里满是惊讶，原来他回来是为了工作。我知道你们认识。沈幼楚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了然。刚刚高旭和我说过，他是你高中时的。突然他说话停顿了一下，同桌。我低下头没有说话，有些过往连提起都需要勇气。下午有个合作洽谈会，我希望你能跟着去。沈幼楚突然说道。我吗？我愣住了，我只是个保安，跟着去不合适吧？你不仅仅是保安。沈幼楚摇摇头，你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，而且景瑶对你似乎很在意。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这对我们的合作或许有帮助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”我陷入了沉思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当年我已经逃避过一次，错过了太多。这一次我或许应该勇敢一点。好，我去。我抬起头，眼神坚定。沈右楚满意地点点头。下午2点在1楼会议室集合。从沈右楚办公室出来，我回到保安室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。早上的事显然已经传开了，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拿出早上买的酒店保安系统专业书看了起来。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能不被过去的阴影困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下午2点。我准时来到1楼会议室，沈右楚已经在那里了，身边站着几个公司的高管。看到我进来，沈右楚朝着我招了招手，让我站在他身边。没过多久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景瑶走了进来，穿着一身干练的白色西装，长发束成马尾，显得格外精神。他的目光在扫过我的时候，明显停顿了一下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他很快就收回了目光，径直走到会议桌对面坐下。洽谈会开始了，双方就合作项目的细节展开了讨论。我站在沈右楚身边安静地听着，偶尔观察着景瑶的表情。他在讨论工作时，眼神专注，语气坚定，和高中时那个娇俏的小姑娘判若两人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双方在一个合作条款上产生了分歧，气氛有些僵持。景瑶皱着眉头，语气有些强硬：“沈总，这个条款我们不能让步，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核心利益。”沈右楚也不示弱：“景总，我们酒店也有自己的底线，这个条款对我们来说太苛刻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早上在门口景瑶问停车场时的眼神，他似乎对酒店的布局不太熟悉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轻轻拉了拉沈右楚的衣袖。沈右楚转过头，疑惑地看着我。我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景总刚回昆明，对本地市场可能不太了解，我们可以提出，在不损害双方核心利益的前提下，为他们公司提供一些额外的本地化推广服务。”沈右楚眼睛一亮，点了点头。他转过头对着景瑶说道：“景总，我有个提议，我们可以在条款上各退一步，同时我们酒店可以为贵公司提供3个月的免费本地化推广服务，包括在酒店内设置宣传展架，在我们的会员群内推送贵公司的信息等。”景瑶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沈右楚会提出这样的提议。他低头沉思了片刻，抬起头说道：“这个提议可以考虑，不过我需要和公司总部沟通一下。”“没问题。”沈右楚笑了笑，“我们可以等你的消息。”洽谈会暂时告一段落，景瑶起身准备离开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顿，他没有看我，只是低声说道：“下午6点，酒店门口的咖啡馆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沈右楚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干得不错，下午你可以提前下班去赴约吧。”我看向沈右楚，眼里满是感激：“谢谢你。”“不用谢。”沈右楚笑了笑，“我只是做了个正确的决定。”下午6点，我准时来到酒店门口的咖啡馆，景瑶已经到了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拿铁。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服务员走了过来，我点了一杯美式。咖啡馆里很安静，只有轻柔的音乐在流淌，两人相对无言，气氛有些尴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景瑶才率先开口：“你当年为什么要故意考差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我低下头，手指紧紧攥着杯子。这个问题，我欠了他很多年的答案。我爸那时候肾病加重，需要很多钱治疗。我缓缓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，爷爷留下的遗产也都用在了我爸的病上。我根本没有钱去读大学。我知道你想和我一起考北大，我也想，可是我不能拖累你。你那么优秀，应该去更好的地方，过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跟着我在泥泞里挣扎。我抬起头看着景瑶，所以我故意在语文考试上少答了很多题，让自己考不上北大。我以为这样你就会安心去北大读书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景瑶的眼睛红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你这个傻子，她哽咽着说道。你以为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吗？你知道我得知你没考上北大，又放弃读大学的时候有多难过吗？我以为你是不想和我在一起，才故意考差的。我去法国留学的那几年，每天都在想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让你厌烦了。我甚至找过高旭，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可他什么都不肯说。眼泪从景瑶的脸颊滑落，我心里一阵刺痛，伸出手想要为他擦去眼泪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了。我们之间已经隔了太多的岁月，对不起。我低声道歉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景瑶拿出纸巾擦了擦眼泪，平复了一下情绪。我这次回来本来是想找你的，他说道。我想问问你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想到会在酒店门口遇见你，更没想到你会是那里的保安。看到你穿着保安服的样子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知道你这些年肯定过得很辛苦，不辛苦？我笑了笑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现在挺好的，有稳定的工作，也在努力学习提升自己。我爸的病也得到了控制，虽然还需要定期透析，但比以前好多了。景瑶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欣慰。那就好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听到我的回答，景瑶笑了，眼里还带着未干的泪痕，却像雨后的阳光一样明媚。我们又聊了很多，聊高中时的趣事，聊这些年各自的经历。原来那些年的美好，并没有被岁月完全冲淡。离开咖啡馆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景瑶开车送我回巴黎春天小区，车子停在小区门口。他看着我说道：“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。”好，我点了点头。你也是。我推开车门准备下车，沉默。景瑶突然叫住我，我转过头看着他，祝你未来一切都好。你也是。我笑了笑，转身走进了小区。回到家，林一飞正在客厅喂布布。布布是林一飞看到他可怜，前2天就把他带回来养了。布布看到我回来，摇着尾巴跑了过来，蹭了蹭我的裤腿。
今天回来的挺早。林一飞抬起头对我笑了笑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露出这样温和的笑容。提前下班了，我也笑了笑，走过去和他一起喂布布。我们俩一边喂布布一边闲聊起来。我知道了，他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，最近因为项目压力很大，所以心情不太好。他也知道了我这些年的经历，对我多了几分理解。原来放下偏见，人与人之间可以这么容易相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在酒店上班的时候，我认真学习保安系统的知识，积极配合同事完成工作。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泡在书店里看各种关于酒店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书籍。沈右厨也经常给我一些学习资料，鼓励我继续提升自己。高旭在酒店工作的也很顺利，他经常会来找我吃饭，和我聊工作上的事。他也已经和刘倩分手了。他说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发现自己和刘倩的价值观差异太大，根本不合适。我为他感到高兴。景瑶也偶尔会给我打电话，和我聊一些工作上的合作细节，有时候也会约我出来喝杯咖啡，聊聊彼此的生活。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暧昧，只剩下朋友间的真诚与默契。3个月后，景氏集团和凯蒂酒店的合作项目正式启动。因为我在项目洽谈过程中的出色表现，沈右厨把我调到了市场营销部担任助理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我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每天都加班到很晚。林一飞知道我工作辛苦，经常会给我留一些他做的小点心。布布也越来越黏我，每天我下班回来，他都会在门口等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到11点多才回家，走到小区门口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二叔陈少杰。他还是老样子，穿着一件盗版的耐克 T 恤，胳膊上的纹身很显眼。二叔，我走过去叫了一声，陈少杰转过头看到我笑了笑，默默下班了。我点点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昆明办点事，顺便来看看你。陈少杰说道。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，都进酒店的管理层了，只是个助理而已，算不上管理层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。不错了，比送外卖强多了。陈少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爸的病最近又稳定了一些，我给你带了点家里的土鸡蛋。我们俩一边往小区里走一边聊天。陈少杰告诉我，他现在也不怎么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了，开了一家小汽修店，生意还不错。我为他感到高兴。回到家，林一飞听到动静，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这是我二叔陈少杰。我介绍道，这是我的合租室友林一飞。你好。林一飞笑着和陈少杰打了个招呼。你好你好。陈少杰也笑了笑。我给二叔倒了杯水，又把林一飞留的小点心拿了出来。陈少杰吃着小点心对我说道，默默，你现在过得很好。二叔也就放心了，以后好好干，别辜负了自己。我会的，二叔。我点了点头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送二叔去火车站，临走的时候，他塞给我一个信封，这里面有5000块钱，你拿着，别省着，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二叔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现在能赚钱了。我把信封推了回去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陈少杰有些生气的说道，这是二叔的一点心意，你爸那边我会照顾好的，你不用操心。我看着二叔坚定的眼神，只好把信封收了起来。谢谢二叔。傻小子，跟二叔客气什么？陈少杰笑了笑，转身走进了火车站。看着二叔的背影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原来无论我走多远，身后都有家人的牵挂。半年后，因为我在市场营销部的出色表现，沈右厨提拔我为市场营销部的副经理。我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。那天晚上，我请沈右厨、高旭、林一飞还有景瑶一起吃饭。饭桌上，大家欢声笑语，气氛很融洽。沈右厨举起酒杯对我说道：“陈默，恭喜你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”谢谢沈总。我也举起酒杯，如果不是您给我机会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还有高旭、林一飞、景瑶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小酌几杯后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眺望着这座繁华的城市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接下来我要不断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